也差不多2周的时间来到北海，就给大家做一个比较简短的介绍吧。应该是住在哪个地方？我先说旅居的吧。我现在住在这个是北海的银海区，它一共分几个景点哈，我给大家找一下。合浦县海城区、银海区和铁山港区。这个海城区呢和银海区这个两大区域呢是主流的区域。海城区可能是这些平时上班工作的人，就是一个 local，就是广西北海的人喜欢居住的一些老居民。银海区可能是有很多外地的一些投资商啊或者什么的住户啊在这边安家。因为从地图上看呢，很简单的，这个大家如果来的时候，把这个百度地图一打开，你按照这个东西走一下，这边左手边的这块儿，看北海市这个地方应该是车站。它这个机场呢，应该就是叫福城机场，在这一块儿。然后这个地方也是一个商圈，万达广场。所以住的主要就是这一个区域，就是上边那块儿叫什么？海城区。离金滩比较近，因为金滩、银滩它俩是一起的。金滩这边都是一些之前开发，就是很早之前开发的，然后这边就是相当于老城区这块。我只是贝桑我自己做的 research 的基础上来给大家分享的哈。我说的可能不对，如果有北海当地的小伙伴可以给我纠错哈。这个，然后就是你把这个地图筛选开来，你也可以看全景。选全景你就可以看实际的图片。如果自己住在哪个地方，我一般会推荐就是背上你的需求来选择你应该住在哪个地方。咱先说旅居的是吧？你如果是来旅居的话，我就是一个是你喜欢经常去外面购物，或者是在附近找到可以吃饭的地儿，呃，这个是一个需求。再一个就是你比较喜欢住在离海边比较近的地方，平时就是自己做饭。我就是后者，我就是这个 B 的选项。如果你是 A 的这个选项呢，就是一定要离商圈近，然后去哪儿都稍微方便一些。就是我推荐住在银海区的这个万达广场附近，这个就是一个商圈，周围吃的很多，然后你也可以去离这边的银滩也不会很远。如果你是可以骑电动车的话，打车也就一个起步价，并不是很远。然后旅居这块就是这个地方。A 的选项同学哈，平时自己不愿意做饭。那 B 的选项这个同学呢，我就可以推荐另一个地方，比如说是像这个离海边比较近的这个碧桂园北纬21呀，然后这地方就有一个广场，这地方离海边特别近。然后还有恒大御景半岛啊，这个都是已经就是这个应该是新一点的小区吧。碧桂园这个里面可能还有别墅。再就是这个地方已经是离这个商圈比较远的地方，离商圈远，这地方就是适合自己做饭，然后又喜欢离海边近的同学。还有这边好像有个罐头岭，这有个高尔夫球场。然后这边是另一个区域，但是这边可能有很多就是像紫霞湾呐、这都是海枯石烂，这都是景点，就是出来不太方便。如果你自己有车，然后还好像听说哈，这边这个配套的商圈就是有便利店什么的，还 OK，可以接收到快递就行，对吧？然后你要喜欢自己做饭的话，这个是离海边 B 选项这些同学。然后呢，我们就缩回来，就是大概就是这几块，这个海神广场，然后这边就是银滩这块，银滩这块它这个北海的沙子哈，都很细腻的感觉，并不像大连那个沙子，有的地方就是哇很扎脚的感觉。这个就是给我的明显的差异。因为我之前也是在大连这块住过嘛。海鲜价格我倒没有特别 into 海鲜，我也没有吃，我都没有去市场买海鲜，我好像就在拼多多买了点儿海鲜尝了一下。然后这几个比较有名的房源比较多的，从那贝壳网，因为我比较喜欢用贝壳，上面的 agency 也都是著名的那个房地产下面的员工，所以这个你不太会那个跑偏爆雷。然后它有 VR，有的你也可以去看一看，然后你给的小区名打上，像恒大御景半岛我去看过。然后它这个地方比较北海这个地方是押二付二，不是付二，因为我只签了2个，就是押金是2，那就是相当于违约金
正常情况下也是2，但具体要落实的话，你要真是违约了你，或者是你就得单独和房东协调。在那贝壳 APP 上可以看到 VR，然后联系这个 agent，联系这个工作人员，然后他去跟房东沟通，可不可以租期长短之间的问题，就不需要你去忙叨了。然后他会给你拟定合同什么的。然后21度恒大御景半岛，恒大御景好像据说离海边步行过去就是20分钟左右。我去过这小区，我这小区相当的大，那天去还下大雨，就是感觉就是很正规的一个小区。然后你可以看看这个，然后还有这个边上附近的张泰什么春江张开头的这几系，我单独看了一下哈，还有这个什么皇家海公馆，说是 top 北海 top 的小区，都是在这一块。可能这一块呢离海边又近，它就是占2个。如果你又想拥有便利的购物设施，因为这个皇家海公馆这个附近就有各种商超或者是卖菜的地方，离海边又近，又可以看到海，然后离银滩也不远，而且离万达也近，就这一块的小区域的，特别的，应该说有大户型吧，应该它有20-30的那种大户型。卖的房子都很贵，你想想租的房子应该不会便宜，应该是在1500左右。我之前看过这个海公馆建的这个造型挺独特的，建的像一个大游轮一样。那你们也可以去 check out 一下。然后你看贝壳上一个小区它标价差不多多少，你就按那个价格去分析自己的需求。但通常大多数在旅游季节，你要是想短租的话，短租1个月的话，房东都会涨400-500。没有那种做慈善的房东，你要是长期租的话，他可能会保持原价，因为贝壳上放的都是长租的价格。就是这样。然后还有什么要说的？这就是旅居的地方，旅居的同学们，我能想到的就是住在哪块儿，就是大概也就是这样了。老城区那边因为距离我这边住的还是有一段距离，我准备一次性过去给他多扫几个景点。旅游的话，你想住哪儿呢？老城区那边有那个骑楼，还是那个叫什么？就是一个非常有古色古香的那种味道的，有点像澳门的那种，华侨回来建的那一个商圈儿，然后你可以在那儿买东西啊，有各种比较有名的小吃啊。其实这个桥港，美食这块儿，这边好吃的也蛮多的，不能提吃的。北海这边吃的真的是蛮多的。然后，旅游呢，我觉得你没有必要，你就找个交通方便、差不多的房子就行了。你就过来待这不到10天的时间，我估计你也不太会自己做饭，所以就是找一个靠商圈、交通近，然后出入方便的地方就 OK 了。如果你不在意的话，也不想排大队去看景点，又要早起，又想晚归呢，那个我之前找过，就是罐头岭这边可能民宿会很多，但是价格在节假日期间应该不菲。它应该是这边这个民宿淡季的时候也可以那个月租，但是你就得跟他谈一个相对 OK 的 deal。这个就是大概你是住这块儿就差不多就是这些内容。希望这个视频对你有帮助哦。